各位伙伴，大家午安。今天的老邓谈法论理第25次，给各位报告的题目是：主治医师，医院的主治医师应该也要适用劳基法。主治医师亦应适用劳基法。各位伙伴，山陀台风刚过，我想大家都平安。在山陀台风来之前啊，各位记不记得还有一个叫做凯米台风？在凯米台风当时啊，不幸的是，我们曾经有医护人员在上班途中，碰到灾害而意外身故，这实在是听了令人惋惜的事情。那医护人员为何要拼死拼活？这个天灾事变的时候还要出勤呢？原来医院，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有它一定的任务，跟有一些特定的行业一样，即便刮风下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总是要有人在，总是要有人来忙，来为这个行业、这个职业来工作。各位伙伴，我们国家有根据法律有这么一个法规，有这么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叫做《天然灾害发生事业单位劳工出勤管理及工资给付要点》。当然这个法规，我想大家也熟。这法规规定什么呢？也就是发生天灾事变的时候呢，我们劳工朋友要不要出勤？那出勤的时候和之后的假应该要做怎么处理？在这个要点呢，它是归由劳资双方来协商来做决定。但实际上我想大家都知道，最终大概就是由雇主这边呢决定有需要的时候，尤其行业上的特性呢，大家就变得不得不出勤，那也就会有冒着风雨，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来出勤当然，这样一个出勤，国家法令也不是完全没有情。国家法令，像来自劳工朋友这里，至少在最坏情况发生通勤职灾的时候，国家法令还有所谓的职灾补偿，那甚至更糟糕的时候更糟糕情况还有不少的情形，特别是有关公务人员还有所谓的进一步还有所谓的抚恤有抚恤的救助的这些办法。那各位今天跟各位谈的所谓的这个主治医师要适用劳基法这件事情呢，在客观的情况有一个，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应该不管什么行业，他从事的工作应该都要有至少所谓的因职业上发生的灾害而有保障，应该要有这个相关的规定才是那大家不可积非成是，曾经政府规定了什么之后，然后一直不改变一直不改变，然后形成对特定工作人员的这种不利的这个待遇各位伙伴，在我们国家医疗人员目前国家法令是做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应该也就清楚了。首先是护理人员，他在民国87年开始，护理人员在民国87年开始呢，已经有适用劳基法。
已经有适用劳基法，接近这个护理人员要适当主张自己的权益。第二个呢，是在民国108年3月12号，民国108年3月12号之后呢，所谓的住院医师也同样是适用劳基法的，同样是适用劳基法。也就是在医疗人员呢，目前呢就差一个叫做主治医师，主治医师呢他不适用劳基法。我也大概查了一下而且有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也来关心这一件事情。那看来自行政机关跟立法委员之间的攻防行政机关讲的是来自劳动部跟卫福部他们的说法。劳动部跟卫福部他们的说法是什么？为什么主治医师不适用劳基法？我看了这好多的这些的争执，这些主张，最终大概就只有一句话，也就主治医师呢，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自主性很高。他们的工作的自主性很高所以跟所有的住院医师跟其他护理人员这边好像不一样，所以他们适用劳基法上是有困难。我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讲法，我心里实在是有几分的纳闷那我们来看看劳基法上规定的一些的工作。我们讲说是一般社会上比较多的所谓的有一些责任制工作的同仁。各位，有一些责任制工作的这些同仁呢，他们跟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传产劳工还是工作方式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呢，只要我们把特定的要件做排除，做例外的规定，各位，同样这些责任制的工作人员呢，他还是有办法在达成责任制之余又同时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各位，我们劳基法连部分工时的都保障了，连部分工时的也同样都保障了，竟然对主治医师这边没有保障。那主治医师呢，你说他的自主性强，各位，你看您的工作岗位有没有那样的，我们给它称为叫做这个受雇的经理人。各位，不是委任不是委任经理人，他同样这个受雇的这些经理人他同样也是所谓的这个自主性非常的高。各位，他照样是适用劳基法。简单来讲，劳动部及卫福部不让住院医师适用劳基法，其实在说法上其实是非常不完整非常不完整。那这个地方呢，它的不完整呢，各位不要以为说我们老百姓一下就比较容易就会马上察觉。我跟各位举个例，我们政府调基本工资，现在甚至有定了最低工资法。政府在跟百姓讲的，好像有关工资上的正义，只要把基本工资守好，就已经是正义了。各位，是这样吗？物价的上涨只有影响基本工资的人员吗？各位，假设我一个月薪水3万块钱，现在明年度要调升了，现在调到这么高，各位，我跟领基本工资的，你说差别有多少？我不久之后也变成沦为跟领基本工资的一样了。来自政府有些事情真的是积非成是，所以有关的政府一直只有在谈最低工资的这件事情来自我个人就主张，大家其实应该要好好冷静想，我们要的工资是什么？其实是合理薪金，应该要从合理薪金的角度来建立，
各位，建立合理薪金，政府有没有这能力？绝对有这能力来建立这制度。只不过现在我们不要说是公务人员偷懒，或是现在政治气氛，或是百姓没有给这个压力，政府把最低工资定好，最低工资定好之后，就认为这个大事完成。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不正义的事情。同样对主治医师不给他适用劳基法呢，当初他们构想可能有一面之理，但是我们在跟所有的劳动方式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这个道理其实是片面的，是有够牵强的也因为如此，我今天挑的这个题目呢，我想来我的目的是，不管怎么说，各行各业呢，有关在职业上发生灾害都会有相关的保障。那现在剩下主治医师我看样子恐怕在实务上可能是类似的，是不是类似团体险也就是用商业保险来保障他们。各位，除了这个之外，我认为对主治医师这里国家应该要建立制度要同样让他适用劳基法。为了让这个主治医师呢也能适用劳基法呢，我知道来自立法院有立法委员刚刚讲过的有在关心，但是我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各位讲，除了由立法委员由立法的层面关心之外，我们目前有没有行政救济的空间？我个人认为是有，首先请大家注意听好，我请有关医护人员医师工会啦这个相关的这些团队，这些负责人，请注意查看行政程序法第168条等的规定。行政程序法第168条这边规定是什么？规定了有关百姓陈情的法定格式。注意听，各位医护人员，我们进行相关的陈情时候，请依照法定的方式来做主张不能随便写东西。各位，你随便写东西呢，来自相关的行政机关，它也是随便打一打。我们用法定的方式写出我们的陈情文，各位主管机关，它依行政程序法规定，在一定的期间内，它一定要跟你做答复。各位，来自行政机关的所做的这个答复，我们后续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行政救济。行政救济的第一步，请各位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就进行诉愿。有关诉愿的标的有关诉愿的我们所写的理由呢请各位把重点把它记下来。政府对于主治医师适用劳基法的认定上有一般处分的不作为。我再重新讲一次，我们在诉愿整个核心理念，诉愿的主旨上头就给他写政府对于主治医师适用劳基法认定上有一般处分上的不作为。我们很清楚跟他讲这件事情，我们提出诉愿之后，不管他有没有做回答，或甚至图过一段期间不做回答的时候，后续我们就可以进行行政诉讼。各位，这个行政诉讼的时候方法上我们可以选择两条路。第一个我们是提所谓的一般确认之诉。那第二个呢，我们提一般给付之诉。当然这边有涉及一点点法令上的专业不过不要紧各位把这个引带留着呢，后续呢再重复的看一下。我们行政诉讼的标的，就请各位把它定为请求政府做成主治医师适用劳基法的行政处分。当然这个行政处分
依诉愿法、依行政诉讼法，它是属于所谓的一般处分啊，属于一般处分。那行政诉讼的标的，我再重新朗读一次请各位把它写成：请求政府做成主治医师适用劳基法之一般处分各位用诉讼的方式，我们来逼迫政府正面来处理主治医师没有任何国家法规保障的这个客观情势这个客观情势。对于今天给各位的报告呢，最后有这么一个细节啦，我想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我总感觉到在社会各行各业啦，大家有各自的专精，但对劳动法令的使用呢，总觉得可能还是不太足够。所以我个人非常好奇，我们现在一般的医疗院所，这些护理人员，包括住院医师呢，各位跟医院之间有没有在召开劳资会议？各位，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看是一个法规性命令，但是他的母亲是劳基法，他背着母亲这边交代的这个重任，各位，他是要进行劳资间的沟通。各位，劳资会议在医疗院所里面有没有在召开？召开了吗？您讨论了哪些事情？特别对于我们天灾事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出勤？那出勤应该要做相关的这些的应对像这些的应对呢，各位曾经有讨论过吗？各位，所有的这一些呢，应该都是在劳资会议可以讨论的。我今天最后给各位的提醒，等到事故发生再来做好多的检讨也很辛苦。我们的医护人员现在只有所谓的主治医师没有适用劳基法，我们用诉讼来进行救济那当然也请立法委员这里也好好努力因为来自劳动部跟卫福部讲的道理是讲不通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平常请各位善用劳资会议实施办法，我们正常召开劳资会议，对于各位在天灾事变在工作的时候当有的安全，该有的这些勤务规则，请我们医护人员用法定的会议把这些相关的东西做一个主张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特别13条的规定这各位在法令上都查得到也请各位能妥为使用。今天给各位报告，我是透由天灾事变针对主治医师没有适用劳基法，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制度的偏颇。这个制度的一个偏颇呢，各位，所有来自劳动上的正义几乎把主治医师就搁在一旁，劳动上所期待这些正义在主治医师通通没有的，通通没有适用。各位，这个事情不正义，我们期待由各个层面来努力。今天给各位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